是32551，它是2019台北地区的总死亡人口。然后我用这个数字去编组一个曲子，然后这曲子的长度刚好也呼应了上一年平均这个时间一个人就会死亡，也就是12分18秒。构思这件作品的时候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在伦敦。国外那时候网络很流行一个串流媒体，它会把所有疫情的国家全部排列好，就数字一直在跑。然后那时候背景音乐是放了一个很 City Pop 的一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当时看那些状态是很焦虑的，但是我听到那个音乐我就开始跟着音乐律动，然后我想要用这样转换的模式去谈论死亡，它或许会更有张力，也更感受性一点，去经历死亡，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你在听的同时，有一个人也正在死去，你以为是影像上面的视觉，但其实这些事情也正在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表演的 rundown 的时候，也是以每12分18秒，就是比如说12分18秒试音，12分18秒表演，12分18秒侧唱，就是全部以一个人的生命作为单位去表演，就是每个步骤都是一个生命下去诠释这个状态。然后我在书写声音的时候，其实我有去做一些研究，我会开始去找文献资料，去研究不同死亡阶段。濒死经验其实它是心跳停止之后才会产生的，就是血液没有办法输送到脑袋，所以脑波产生异常或异状，一些亢进的活动，而导致这些幻觉产生。然后我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去编这首曲子，然后每首曲子的结束就代表一个人又走了。在北美馆的版本会透过乐手的合作去制造另外一个方式去诠释这件作品，然后对我来说现场性的有机状态是最接近真实的，然后也是我想要抛给乐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弹奏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正在死亡，那你要怎么弹？你要怎么去思考我要怎么用音乐去诠释这死亡的过程？艺术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东西，它是一个转换，它是一个语言，然后语言需要被听懂，它不能过度被修饰，它越能接近真实，你越能把你的想法让它同时在观众的心里萌芽成一样的力量。